很明显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明明才11月初，可王一博觉得真 TM 冷，比深冬还要冷，尤其是自己的心，冷得让自己浑身都在打颤。揉揉已经麻木的双腿，王一博慢慢地站起来，走进卫生间去把脸上已经哭花了的脏乱的妆洗掉。卸妆后的王一博不再像舞台上那么清冷，气质也变得柔和，那双被泪水洗刷了很久的眼睛里散着呆木，不再像几小时前那般神采奕奕。王一博从卫生间走出来，就看到安安静静躺在地上的那张信纸，已经被自己汆成一团，褶皱不堪。王一博拿起手机，挑了一个可以掩盖住自己红红眼眶的滤镜，破天荒地拍了一张自己全素颜的自拍，上传到微博。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蓝忘机卸妆。周可看着眼神空洞的肖战，一阵心疼，想着开口说些什么让他能有些许的反应，哪怕是难过，哪怕能流泪。可他依旧面色柔和，更可以说是毫无生气，像是被抽走了灵魂的精致布娃娃，静静地坐在车里，任由无锡市区的街边风景在车窗外闪逝而过。他知道，肖战的心留在了南京。随着此刻王一博的崩溃绝望，他自己的心也成功被自己那些绝情的话击成碎片。但那是他现在能为一博做的最好的事情了。战哥，到了。平安地到达了酒店门口，周可的话也终于得到了肖战的反应。他利落地起身，在周可和保镖一左一右的陪同下走了进去。可今天酒店门口很安静，没有蹲点的记者，没有固执等待的粉丝，所有人都以为他还在南京与大家欢聚畅谈，把酒言欢。任谁也不会想到他会立即赶回了无锡，颠覆了所有人脑海中臆想的欢乐时光。夜深了，肖战蜷缩在漆黑房间里的一角，周围满是空酒瓶，横七竖八地摆在地上。静了音的手机屏幕又一次亮起，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光亮。肖战就这样看着上面的来电显示，狗仔仔握着手机的手指冰凉，不由得有些颤动。可他终究没有接，眼看着屏幕渐渐暗了下去，像极了电话那头的人没有声音的呜咽。终于，房间又是漆黑一片。肖战将头埋在自己的臂弯里，只从颤抖的双肩可以看出来他在哭。王一博以前最怕黑了，连睡觉都是要开着灯的。他是怎么满心欢喜地回到是这样漆黑的房间，心怀期待地打开灯，等来的却是自己无情的宣判。一遍遍的未接电话，一条条不予理睬的微信，自己好像下定决心对王一博残忍到了份上。肖战觉得自己很冷，心脏都跟着一句一缩的打颤。他一开始只是无声的抽泣，到最后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疼痛酸涩，放声大哭得像个孩子，哭到没力气了，肖战才把沉重的眼皮合上，眼里那还没来得及流出的晶莹被他封存眼底。如果能回到最初就好了，王一博，如果时间能倒流就好了，我一定会对你更好的，一定要比你对我还要好，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努力做你的依靠。不过庆幸的是，现在也还不晚。王一博，我保护你啊，不是蓝湛，是王一博。其实我一直都分得清的。肖战觉得自己做了一场很长的梦，梦里他坐在一间高雅幽密的咖啡间，对面是依然西装革履的杜华，脸上不再是之前的沉着冷静，而是愠怒的神色。肖战马上离开王一博。杜华沉默了，缩紧眼眸盯着肖战。肖战依旧眼神坚定，毫不退让，
似乎双方都在目光中对峙。你能给他什么？中年妇女突然按下了性子，等待自己的回答。只要他要，只要我有。对面的中年女人却笑了起来，表情戏谑，仿佛自己的话可笑至极。肖战，你有什么？肖战眼皮一跳，低沉的声音接着传入耳中。你得罪了业内颇有手段的刘仁君，你觉得你会没事吗？不等肖战反应，杜华就接着说下去，眼中闪过一丝无奈。他工作得多努力啊，你能够摧毁一切，你公司又破天荒地准许你办起了自己的工作室。难得的一次，龙丹妮会这么善解人意，似乎你得尽了好处，重获了自由。杜华那深邃要黑的眼眸紧紧地盯着自己，嘴角一阵冷笑。你想象过他在别人面前低头时候的样子吗？那是我从未见过的，自己儿子的谦卑样子。肖战有些脱力，挺直的背部也略微弯曲。王一博的冷傲自得他是十分清楚的，但是为了自己却碎了一次又一次。可肖战怎么也想不到会是以他的妥协换来的。你的工作室从着手筹划到有步有序，你以为真的只靠着你和你身边那些个毫无经验的人就能如此顺利？你怎会知道他在人前人后为了你脱离公司后，能在娱乐圈扎稳脚跟都做了多少努力？现在肖战，你告诉我，你除了可以在他情绪低落时给他些许宽慰，除了对这份感情无用的倔强，除了看着他承受这些恶毒的谩骂和诅咒，你还能给他什么？杜华的手机顺着桌面滑了过来，上面写满了对王一博的辱骂，甚至还把诅咒下在了王一博的摩托车比赛上，言语恶毒，不堪入耳。王一博才22岁，就是个不明世事的孩子，对于感情也是心血来潮的一时兴起。而你不一样，也不应该沉迷在这份不切实际的感情。他对你的爱其实很短暂。杜华站起身，向前走了几步，背对着肖战。所以年轻人，清醒吧，和他分开。你是此生最美的风景，让我心碎却如此着迷。就算世界动荡，再绝望也有微笑的勇气。我也想能够把你照亮，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，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。